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8月11号晚上9点钟的直播啊。那这个星期啊，可以说是真的像坐过山车一样，这个实况是非常的波动啊。所以今天我也收到了很多同学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些同学也是非常的担心啊。这一次我也是特别开了一个直播。今天晚上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来给大家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以下呢是一些我今天晚上准备的内容，那分别是 A， 现在市场在留意的3个关键啊，那 B 就是现在市场正在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啊，那 C 就是现在我目前的部署是什么呢啊，然后 D 就是改善投资的具体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啊？那你可以看一下A、B、C、D 4个当中啊，你有哪一个是更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啊写下你更想听哪一个内容，然后啊，我根据大家比较想听什么，然后我在那一方面的内容呢再讲多一点点啊。那当然还是老传统。如果这个直播间达到了1000人以上的啊，那我也会看一下同学们啊比较关注哪一个股票，然后我也会回答一个股票的看法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想听什么。OK 啊，我看到有些人说 C 啊，看来你们也很想听我做了哪些部署，是不是啊？好，那待会儿我讲的详细一点点啊。那另外要留意的关键 A 啊，也是有比较多人比较关注的啊。好，那具体的话，我就重点的讲一下 A 和 C， 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回顾一下这个星期的市况啊。那刚才说过，这个星期里面，这个市况是非常波动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啊，是标普500啊，包括很多的股市都是裂口低开啊。然后当时候，我记得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同学，或者是我观察到外面的散户也是非常的恐慌的。而在之后的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股市也有一个反弹啊。星期二到星期五都是一个整体往上的趋势啊，并且好像你看标普500好像是修复失地了一样。那现在为什么这个市况会这么波动呢？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星期也跟大家讲过的日元拆仓潮啊。那这里呢，我就不详细的去讲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看在星期的那个 live 啊。那当然之前七发把在4个半月之前呢，也拍了一个影片，讲到日元加息的危机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回看那一期的影片啊。那这里我就简单的讲到为什么这个星期会这么波动，就是日元的拆仓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其实是一个反向的图表。当这个股价往下跌，就代表着日元在最近是变得非常强势啊。在8月2号和8月5号，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投资者看到因为要加息了啊，他们都抛售他们原有的资产，然后去买回日元啊，就是他之前借了日元，现在要还日元，所以他就要买日元。而你看到日元的走势现在是变强了很多很多啊。那这个是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我看到有些人说 A、B、C、D 他全都想听非常好，感谢你的支持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好不好？那在随后的几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央行的副行长他也出口说了几句话他也说到他看到如果金融市场因为日本加息而变得不稳定的话他就不会再加息了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也是给了市场一个定心针就觉得他
可能加息的这个幅度或者是那个节奏会放缓，或者说是不会加息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星期二到星期五无论是日本的股市也好，或者是日元的汇率也好都有了一个反弹那所以这个是目前最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非常导致最近非常波动的原因，就是在之前无论是美股也好，日股也好，台股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长期趋势往上的一个阶段，一个实况。那这些基金呢，无论他们是长线、中线和短线，他们的仓位都是买涨的、看多的而我们也看到在不好意思在7月中、7月底的时候这些 CTA 基金的仓位已经是接近全满了就代表着他们没有太多的购买力继续去加新的仓位而如果你看到市场增长开始放缓了，或者这个市场下跌，那这些 CTA 的基金呢，他们就需要减持一些仓位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如果你是持有了满仓的股票，你在下跌的时候，你可能会承受很大的亏损，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在下跌的时候去减持掉他们手上的一些仓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最近不同的股市它的走势也是跌破了这些支持位。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纳斯达克的股价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最近纳斯达克它是跌破了一条上升的趋势线这些也是一些重要的信号这些顺势交易的基金和那些机构投资者呢，他们也是会去看技术分析的更何况他们是做顺势的交易。而他们看到这个股价跌破了一条上升的趋势线之后，这个趋势开始改变了所以这些 CTA 的基金也会开始抛售一些仓位，不然的话，他们满仓持有承受这个下跌的幅度，它就会亏损很多。那当他们抛售的时候，就会引起股市下跌，而如果有一般机构投资者这些 CTA 的基金同时间去抛售的话，就会引起一个更大的跌幅那引起了更大的跌幅之后，就会再一次引发更多的投资者一起去抛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元兑换日元的走势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走势在最近也是跌了非常非常急、非常多，并且呢也是陆续跌破很多的趋势线。并且也跌破了200天线，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并且也跌破了一个支持的区间，并且也跌破了第2条的上升趋势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就是那些机构投资者他们是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体式的抛售，从而导致了这种人踩人的方式离场，并且是很快速的跌破这些支持位。那到底他们手上还有多少的仓位？到底他们之后还会继续减少多少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留意的，并且他们也并不是只会抛售当他们抛售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他们手上没有了仓位或者是他们的仓位很少他们其实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需要适当的买回一点而并非是一个线性的你看到股价下跌他们抛售他们之后就会继续抛售那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线性的走势它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也会适当性的去买回一点。好，那第3点，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点，市场担心的，并且导致股市非常波动的原因，就是经济很有可能会衰退这个是市场担心的并且呢，最近有一个衰退的指标出现了一个信号，也是令人担心的，就是 Same Rule。那什么是 Same Rule 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当美国3个月的失业率的移动平均值减去前一年的失业率低点这个数值减掉之后所得出来的数值是超过 0.5% 的时候，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
正在经历一个衰退的阶段。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最新的数据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0.53%啊，已经是达到了经济衰退的那个条件了啊，超过了0.5%啊。那市场就是担心之后会不会有经济衰退情况啊？现在没有发生啊，未来会不会有？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预测不了。但是这个指标在过去，自从1960年到2020年啊，它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都用了那个红色的箭头指着它超过了0.5的时候，我就指了一下，包括1960年啊、1970年啊，然后这些红色箭头指着的地方，就是发生了超过0.5的时候啊，然后随后呢啊，也是确实每一次都是发生了经济衰退。那经济衰退呢，就是这个灰色的区间。你可以看到，在红色的箭头之后，都真的会伴随着这个经济衰退。那所以目前为止啊，这个衰退指标啊，它的准确度是100%啊，但未来我们看一下，2024年现在出现了0.53，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真的会有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发生啊，我们也没有水晶球预测到未来，但现在市场就是担心啊，未来真的会有经济衰退的情况发生啊，那这也会导致在过去市场非常波动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我先喝口水啊。哦，但是啊，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看了一些很坏的情况，那看上去好像很坏啊，因为你看一下之前的星期一我讲到的失业率和非农就业数据啊，那些数据呢也是低过预期啊，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又好像没有那么坏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星期四8月8号刚推出的一个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一个数字啊，那我们可以看到，8月8号它公布了之后，这个失业救济金的数字是低过预期的啊，那代表申请那个救济金的那些人啊，并没有那么多啊，那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市场呢就觉得，哎，好像现在市场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坏哦。啊，星期一我给大家看到的市场是非常恐慌啊，他们也是预期可能未来会降2次息啊，降2码息啊，而现在呢，市场是一半一半，降1次的是50%，降2次的是50%。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是有所放缓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而现在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现在是更加关注于一些经济的数据啊。之前啊，几个月前或者是1个月前，市场是非常担心的是这个鲍威尔他讲什么话会是鸽派还是鹰派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会关心鲍威尔他讲的那些话语之外啊，其实更关注的也是一些经济的数据，包括美国的 CPI。包括那些非农就业数据，包括失业率等等这些实体的经济数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除了会担心市场会降多少码的息之外，他们还会担心经济会不会有硬着陆，会不会有经济衰退的情况发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第3个关键啊。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刚才我讲到的几个要素并且那3个关键点是什么？第一就是有这么波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元的拆仓潮那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它暂时不会加息或者是它讲到如果市场会这么波动的话它也暂时不会加息但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日元加息依然是一个定时炸弹，在这里我们也是要留意的。第二呢，就是
之前讲到的基金拥挤的交易啊。那刚才我也讲到，这些基金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并不应该用一个线性的思维去想啊，就它现在抛售了那么多的仓位，它会不会继续的抛售啊？我们不知道啊，但它会不会好像之前那样集体式的恐慌性的抛售呢？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之前可能它还是面临着斩仓，或者是他们看到跌破了那么多支持位，所以导致他们一次性的抛售那么多。但现在情况没有那么坏了，他们会不会继续的抛售呢？或者说他们会不会手上已经能抛售的仓位已经差不多抛售掉了啊？他们手上现在持有的仓位并不多呢？或者说如果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又会不会买入一些股票买入一些仓位呢？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呢？关于经济衰退，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要留意美国现在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包括CPI 或者是我刚才说过的非农就业失业率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也是我们现在要留意的3个关键那我也看到有些同学说也是希望我讲一下港股的走向那要不这样如果也是到1000人之后你们也是对港股的走向有兴趣的话呢，我再讲一下港股整体的走向，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接下来再来讲一下下一个点。那下一个点呢，就是来分享一下很多同学都非常有感兴趣的 C 就是我自己现在的部署是什么样的。那第一点呢，我先讲一下我在星期一的直播当中有讲过，我在7月19号的 GMP 的时候，我是有提出要减掉一些仓位的那我自己在讲了这个概念之后，我自己也是有缩减我的仓位所以呢，在最近大市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是持有了大部分的现金，并且是避开了这一次的大跌对于我来说，我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缩减了仓位之后，在这样的下跌之下我是能够保持理性和冷静的去做分析这个是我在最近的这个星期里面的一个心态我是非常冷静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持有了很多的股票然后去度过这个星期，我相信你的心情要不就是很复杂，或者说当你看到你的仓位看到那些 Magnificent Seven 下跌了10%你看到股市指数都下跌了10%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是持有了满满的仓位，你肯定是非常的恐慌，对不对那相反我自己呢，因为我在7月19号的时候，我透过技术分析我看到了一些信号，并且也跟 GMP 的同学讲过了要缩减仓位，所以我才能够保持冷静，并且避开这一次的下跌。好了，那我讲了第一个我在之前已经做好的部署，然后我再来讲一下第二个我做的事情。那我在讲了缩减仓位之后我做的是我要做好一些风险的管理那当然刚才说过，我持有的现金也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其中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也去做了一些对冲的策略。那我当时候做的策略呢，在星期一的直播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去买了一个反向的 ETF SQQQ。那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反向的 ETF 第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势是涨的这个反向的 ETF 就是跌的如果大势是跌的话这个反向的 ETF 就是会涨的而我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就有讲到当时候我也是看到了一些信号我是看到了当时候指数是很大概率的会有一个调整。然后
我就在那时候买了 SQQQ 啊，星期一直播的时候分享了啊，然后星期二的时候呢，星期一的时候开盘之后呢，啊，我也看到了一些信号啊，我看到什么信号呢？当时候我看到纳斯达克已经是到了200天线，那200天线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支持。那我在这个支持位的时候看到当时候大盘开市之后也是有一个承托的，那我就知道我是时候应该要离场了。而我在那个时候呢离场了，而我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离场了，在短短的2天之内，我赚了接近30%的利润啊，就是透过技术分析帮助我去做到这个对冲的策略啊。那当然，也并非技术分析也并非是100%准确的，我们也没有水晶球去预测这个未来啊，我们也是透过技术分析去计算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去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和去做一些仓位部署啊。那好了，现在我卖出了SQQQ，我现在也是持有了一定的现金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下一步做了什么啊？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看一下你们你们觉得我下一步做了什么？OK，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嘛第一，我还是继续的保持现金第二，我就是买了一些股票捞底，或者是第三，我是买了一些比较强势的股票我这里有3个选项，大家猜一下我是采用了哪一个？OK 有同学说我是保持了现金继续观察，有一个人说 all in SMCI 那不行他之前公布了业绩之后下跌了很多如果我 all in SMCI 的话我是违反了我自己的那套策略我当时候可能不是在应用技术分析，而是一个凭感觉的一个策略OK， 有人说买美债，有人说3个都有OK，那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是说第三个就是买入强势的股票那这个是我在这个星期里面有在密切的留意强势股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买入的这个是我主要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也是有保持一定的现金，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策略那看一下我的下一步是怎么做的。那我在监听里面呢，也是有不断的提醒同学在这样的市况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寻找这些强势股。而我在这段时候呢，也是有找到几个强势股分别是 PLTR 和 Belly那在这个星期里面尤其是 Palladium 呢，非常非常强势星期一开市的时候它21块，星期五收市的时候它已经是涨到了30块非常强势，涨了接近50%那我也在这一次的调整当中把握到了这2个强势股票，并且呢是在一个低的价位里面挥棒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自信心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挥棒呢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强势的股票那我当时候呢观察到市场呢是有一个下跌的那我拿 Melly 作为一个例子，在星期五的时候当时候市场是裂口下跌2%左右但那天呢Melly 是出了业绩报告之后是非常强势的走势，它是升破了阻力位，并且呢是非常接近52周新高那我们看到大盘在最近有一个回调，有一个下跌，但是这只股票它能够逆势上涨，涨了10%，并且是接近52周新高这已经是非常强势的走势。当时我 GMP 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是一个很强势的表现那星期一
当时候市场是恐慌性的抛售，裂口低开啊。那 Melly 呢它也是有这样的走势，它是裂口低开的啊。但是当时候标普500它是在10天线、20天线和50天线的下面，而Melly 这个股票呢，它反而是裂口低开，它还能站稳在50天线。那50天线也是一个非常那个位置，也是一个支持位。而我看到随后的走势呢，它是一个反弹，并且反弹的幅度非常强劲啊。那你可以看到仔细的看一下，这里有一个buy 的信号，我就是在那里的反弹当中，把握到了这个强势股。然后收市的时候，我就能确认这个更加是一个强势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我看到大盘是低开高走的，但它没有升到星期五的收市价的时候，但是Mercado 这个 MELI 这个股票，它是涨到了接近星期五的收市价那星期五它是裂口上涨了10%，星期一它裂口低开，但是它能够修复失地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并且呢是当天大盘跌了2%Melly 呢只是跌了0.几的百分比那这样就能给我一个判断，就是它非常非常强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些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市况下跌的时候，他们是宁愿抛售其他弱势的股票，抛售其他的股票，他们也不愿意抛售他们我这里指出的2个强势股那我拿 Melly 作为一个例子，他不愿意抛售 Melly 的这个股票，甚至在大势下跌的时候，他甚至是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去买这些强势股票，所以导致了它能够逆势上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是有用用基本分析来做分析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出了财报之后呢，它的基本面是很强劲的，并且呢另外这家 Planta 也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结合技术分析，再结合基本分析应用在一起，然后再通过一些工具能判断这些是一个强势股，再跟大盘去对比之下呢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里呢，我在这里就买入了 Planta 和 Mercado 那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个回报也不错。Planta 呢是有16%的回报Mercado 呢也不错，也有11%的回报，而这2个股票呢也是大幅的跑赢整个大盘的那我也看到有同学说跪求教学那其实呢这个方法我也在我的技术分析课程 RTA 的技术分析里面也有讲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课程里面去学，然后我们在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在课程里面见吧那另外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还有2次的 live 现场的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投资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技术分析的课程里面去提问问题我也会去回答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去点一下那个链接，把握这个限时的优惠吧。好，那现在呢，我再看一下同学的问题OK，有个同学说PLTR 要起飞了吗？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风险管理然后把握这些强势股票然后它起不起飞我们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挥棒了它起飞的话那非常好我们也能够赚到很好的回报它不能起飞的话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去寻找下一个强势的股票吧OK，
那今天呢，这个直播就到了这里啊，那我们在课程里面去见大家吧。